What's up, guys？ 今天小编决定跟大家聊聊这位韩裔的美国饶舌歌手 Jay Park。那相信各位对于 Jay Park 这个名字也一定都不陌生了。1987年出生的 Jay Park 今年32岁，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他，在2004年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韩国担任练习生，沉寂了4年左右的时间。Jay Park 在2008年时以偶像团体 2PM 的队长身份在韩国出道，直到2010年 Jay Park 选择与当时的经纪公司解除合约，并在同年回到美国西雅图，开始在YouTube 上传自己的音乐作品。而他回到美国的这个决定，也奠定了 Jay Park 从原本的韩国偶像歌手，成为了代表韩国的实力派饶舌巨星这趟惊奇之旅的转折点。不到几年的时间 ，Jay Park 在2013年时与韩国饶舌歌手 Simon D 共同创立了经纪公司 AOMG。回到了韩国的他，同时身兼制作人、歌手、饶舌歌手与舞者多职，成为了韩国嘻哈圈中不可磨灭的重要存在。不仅如此 ，Jay Park 更是在2017年成立了另外一间嘻哈音乐的厂牌 Higher Music。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尽管 Jay Park 在此时成为了代表韩国嘻哈圈中的一个重要存在，但本身就来自美国西雅图的他，却从未放弃自己在美国音乐产业的任何机会。同样在2017年 ，Jay Park 获邀加入了 Jay-Z 所创立的音乐厂牌 Roc Nation 旗下，借此 Jay Park 不但成为了 Rihanna、J. Cole、Meek Mill 等人的同门师兄弟，而他也成为了 Roc Nation 成立以来旗下第一位的亚裔饶舌歌手。回到今天这部影片的主要内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前阵子看到 Jay Park 被一位格斗选手赏巴掌的这个事件？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我在刚刚有提到 Jay Park 在2013年时成立了这个 AOMG 的经纪公司。那其实 AOMG 除了签了很多拥有音乐才华的歌手和制作人之外， Jay Park 也在2018年时签下了这位叫做 The Korean Zombie 的 MMA 拳击手郑赞成。那各位绝对不要小看这个 Korean Zombie， 据传他可是有史以来最接近冠军的韩国 MMA 代表选手，职业生涯征战了21场，拿下了16胜5败的惊人成绩。那这整起事件还是得追溯到这个2月11号所发布的 ESPN MMA 的访问影片。那因为英文并不是 Korean Zombie 的母语的关系，当时这场访问中的翻译不是别人，正是郑赞成的老板 AOMG 的 CEO Jay Park 本人。在访问中，主持人问了 Korean Zombie 接下来的比赛行程和预计交手的选手，而 Korean Zombie 在这边提到了3位选手的名字，也就是 Volkanovski、Holloway 以及 Brian Ortega， 表示以上3位选手都是他有兴趣交手的对象。但这之中的这位选手 Brian Ortega， 他原本在去年的12月时就要与郑赞成有一场 MMA 的比赛，但因为 Brian Ortega 当时身上还有伤势的关系而取消了比赛。随后在这个访问中，主持人表示郑赞成是否还有可能会与 Ortega 继续那场比赛，郑赞成则是表示因为 Ortega 在12月时就已经爽约了的关系，他可能会先考虑与刚刚提到的另外2位 MMA 选手进行他们的比赛。 I was going to ask you if he's not ready Ortega because you were supposed to fight him in December, but you're saying no, I'm moving on. I want to fight Holloway if he's not ready. 오르테가, 할로웨이 다 괜찮은데 오르테가는 이미 저한테 한번 도망갔어요. 뭐 그런 애를 제가 굳이 잡고 싶진 않아요. 저는 가능하면 할로웨이랑 싸우고 싶어요. So he said, it doesn't matter Holloway, Volkanovski, Ortega, but Ortega already ducked him one time. So he doesn't need to fight a fighter that's ducking him already. Dang, I didn't know Zombie had this in him. This is great stuff. This is some good trash talk. I didn't know he had it in me eith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seeing this. This is kind of crazy. This is amazing. I like it. It's the American way, just infiltrating his mind. I love it. 那在这个影片被发布之后呢 ，Brian Ortega 也是马上就到了这个 ESPN MMA 的 IG 官方账号下留言。Brian Ortega 说道：“当我在韩国见到他的时候，他亲口向我道歉，表示那些垃圾话不是针对我的。我告诉他没关系，至少他像个男子汉一样正面与我沟通。但现在你反而在搞这种小手段。Jay Park 也欢迎你加入战局。如果我当面看到你，并且赏你一巴掌，请不要觉得意外。受伤跟爽约可是2回事。像我所说的 ，Brian Ortega 因为伤势的关系，导致去年12月时无法与郑赞成正面交锋。尽管我也不知道郑赞成在这访问中到底是说了什么，但确实从 Jay Park 的这段翻译来看，他在这边说到了 duck 这个字，也就是说 Jay Park 确实是说了 Brian Ortega 爽约了郑赞成的这件事情。那随后 Jay Park 当然也马上在这篇贴文下回击了 Brian Ortega。Jay Park 说道：“别对一个传递讯息的人或是翻译开火，你不能怪他试着要把气氛炒热，更何况他是有实力说这些话的人。对于你特地出现在韩国，我尊敬你，但我可是永远都站在 Korean Zombie 这边的。”接着让我把时间快转到前阵子，也就是2020年的3月7号，当时 Jay Park 和 Korean Zombie 都在美国的 Las Vegas 观看这场 UFC 的比赛。据传当时 Jay Park 正坐在他的座位席上，而郑赞成本人这个时间点正好去上了厕所。于是呢 ，Brian Ortega 就走向了 Jay Park，并且问了他：“你
你就是 Jay Park 吗？当 Jay Park 回答没错之后 ，Ortega 便突然给了 Jay Park 一巴掌，随后 Brian Ortega 也马上补了一句 "I told you I'll slap you in the face like a bitch"。那此事件爆发之后呢，两人也马上被现场的其他人给拉开，而 Brian Ortega 也因为这起事件而被请出了比赛会场。随后 Jay Park 也马上再次上了 ESPN MMA 的频道，只是这次他并不是以翻译的身份受访，而是说明了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For me, to be honest, I don't feel like I did anything wrong. I just translated. I've never put words in Zombie's mouth. I've never put up a caption for him. I've never told him to trash talk. I was jet lagged, spacing out. And then when Zombie went to the bathroom, all of a sudden I see it's like someone like pull up and they're like, he's like, "Hey dog, are you Jay Park?" And it kind of just caught me by surprise. And I was like, "Yeah." And as I stood up, he like smacked me. And like as I was standing up, he smacked me. And so那这次的这起事件看似是在拳击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而 Brian Ortega 也因为此事件而遭受了非常巨大的网络挞伐。大部分的网友表示 ，Brian 趁正战程刚好去上厕所时才走上前与 Jay Park 对峙，根本是一个懦夫的行为。他身为一个拳击手，竟然动手攻击一位普通人，更何况他攻击的也不是一般的普通人，而是鼎鼎大名的 Jay Park 本人。那此事件爆发之后的第二天 ，Brian Ortega 便马上在他的 IG 上公开对此事件表态，并且向 Jay Park 道歉。Brian Ortega 说道：“我的自尊就是我的敌人，在过去的几天内，我就是在跟我的自尊作战。希望你能理解，我也是一个人，我不是完美的，从很多角度看都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以那些赛前的小剧场去合理化我的行为，但我后来也意识到我做了不对的事情。我的父母总是教导我尊严和尊重的重要性，而我没有展现出来。我的教练总是教导我，拳击是让弱者有能力去面对强者。以那天的情况来说，这件事完全没有发生。随后 ，Brian Ortega 也在底下向 Jay Park 道歉，表示我要对我的行为向 Jay Park 道歉。你值得好好观赏一场 MMA 的比赛，就像其他所有坐在场边的粉丝一样。同时，我也要向 Korean Zombie 道歉。我不应该因为你我的事而把你的朋友扯进来。这场战争本来就该由我和你以拳击手的身份在拳击场上解决。至于 Jay Park 事后也展示了他的绅士风度，先是有粉丝在 Twitter 上对 Jay Park 表示，他应该要向 Brian Ortega 提出告诉，但 Jay Park 随后也马上回复了这位粉丝，表示他并不会去跟比他拥有的还要少的人计较。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身为一位享誉国际、签给了 Rock Nation 的饶舌歌手 ，Jay Park 一直以来都以他精湛的饶舌技巧和高超的 Freestyle 能力闻名，而他也选择在这一刻以一位饶舌歌手的身份发布一则他自己 Freestyle 的影片，可说是让这整件事情完美落幕。only rapper to get slapped and get the W. Mama always said there'll never be another you. Every word I say, the realest shit I utter too. Got that flow they wanna hear, it's melted butter smooth. Thinking I got dirty laundry, they try to fool me, but I shine like a diamond and that's water, so I'm snorkeling. Had killers hitting my line, asking to handle it for me. I told them, it ain't that deep, keep moving cordially, react accordingly. Saying we pussy Asians? Nah, I'd rather sun them with humility and patience. I'd rather show them with ability and cadence. The world could do without the trolling and the faking. Never said something I couldn't handle myself. Wouldn't steal your food, I'd rather tighten my belt. Sell my soul to sell records, I'd rather be on the shelf. Asian kid from the burbs, the realest you ever felt. Don't dig your own grave, there's too much to live for. Never take from the poor, I've been hood, I'd rather give more. Insecure ways, they got more bark than a sycamore. My dogs bite, but it's quieter than a whisper. AOMG high music in Seattle. Not one curse word or punch thrown and won the battle. God level moves and they swimming without a paddle. I'm on a yacht away from the snakes, I'm never rattled. Let's go. 回顾这整起事件 ，Water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Jay Park 真的是 Korean Zombie 的老板，当然他们的关系一定也是像朋友一样的。但 Jay Park 愿意出面作为他的翻译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了不起了。讲真的，他大可以找一个精通韩文跟英文的人去处理这件事情，而这之中或许也就不会有以上的问题牵扯到他这边了。但他却愿意替自己签下的选手当翻译，参与了这整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Jay Park 是真的非常认真看待 Korean Zombie 这位选手的。尽管最后事情很遗憾的像这样发生了，但 Jay Park 也是用非常成熟的态度去处理这整起事件。先是接受了 Brian Ortega 的道歉，随后他也选择用自己最擅长的武器，也就是饶舌来回击对手。那其实小编我本来就非常喜欢 Jay Park 这位饶舌歌手了，但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对他的尊敬和佩服只能说是越来越高。如果有人对 Jay Park 饶舌歌手的实力有所好奇，我很推荐各位去看一下他曾经上了 Sway in the Morning 的这个 freestyle 片段，听完之后你就会懂我在说什么了。我会把影片连结放在底下留言
言处。说到这边，我也很好奇各位对于这整起事件有什么看法？如果今天 Jay Park 的角色换作是你们又会怎么做呢？欢迎在底下留言，我们来做个讨论。此频道主要为你们解析你们所好奇的音乐文化。如果你喜欢我们 Rebound 奶奶的作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漏掉任何影片了。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又到时候讲拜拜，我们下次见 ，Peace out。